自从波杰克的书大火后，他再一次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中。现在他每天都和不同的女性在餐厅里约饭，在他们的要求下，有时还会做出经典的波杰克式行为，甚至还会和他们一起度过香艳的夜晚。不过第二天的波杰克就会进入贤者时间，将他们赶走。平常的一天，陶德美美的用芬达泡了麦片，波杰克走过来问陶德能不能送他去取车。陶德因为要为自己的迪士尼乐园开张做准备而拒绝了波杰克，即使波杰克知道如果自己问了那是啥的话，陶德会开始滔滔不绝，但是波杰克还是想说 What？ 陶德问波杰克还记得自己刚搬来时天天问他能不能去迪士尼吗？那时波杰克说这里并没有迪士尼，不过就是个幌子，就像牙仙子一样，只是为了让自己闭嘴的借口。接着陶德说自己后来想，那干嘛不自己建一座呢？大家都会爱上他的，于是花了5年时间打造出了自己的迪士尼乐园。波杰克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听陶德说过，实际上12年前的时候，陶德就告诉过波杰克自己用低价买下了不易种植的地块，那块地的旁边是从老消防队拉过来的有毒废料。不过在看书的波杰克直接赶走了陶德，而在戴安交流时，陶德也来过，当时他给波杰克看了自己的迪士尼蓝图，不过他再一次赶走了陶德。还有一次，陶德请来了工蜂队来帮他建造迪士尼时，不小心吵醒了波杰克，波杰克只是敷衍的回复了他。时间回到现在，波杰克还是说自己是头一回听说这件事。陶德无所谓波杰克怎么说，总之就是第二天就要开张了，在大家过完超级晚后就有地方可以嗨了。波杰克打断了陶德，问他你知道这里已经有一个真的迪士尼乐园了对吧？陶德显然是不知道的，他以为说的是他自己那个。花生酱终于迎来了摘头套的一天，摘完后两人约好了一起去斯托奇餐厅吃饭。花生酱欢呼可以再免费吃一顿了，因为买三明治的第81次可以免单。戴安惊了，上个月才开张的店居然已经去了80次了。花生酱表示因为戴安喜欢，所以每次戴安提的时候自己都说了 yes。 医生取下了花生酱的伊丽莎白圈，然后祝贺了他们能吃一顿免费的三明治，不过6000块的手术费也是要交的。夜晚波杰克刚驱车到常去的酒吧，就看到了外面装饰的花里胡哨，写着波杰克书中提到的波杰克饮品店。一推门更是不得了，里面的顾客全部围在两旁，看到他就举起手机拍照。波杰克大叫着你们这些贪得无厌的人真是要了我的命，接着就跑了出去。波杰克选择到溪谷滑冰场的水吧里小酌，刚感叹溪谷是个没人认识自己的地方，就听到了粉企鹅的呼唤。打过招呼后，波杰克问他出版社怎么样了，粉企鹅说自己早就不干了，现在在广播网电视台工作。波杰克又问粉企鹅在这儿干什么，粉企鹅说自己的上司旺达·皮尔斯喜欢来这里，他刚被任命为 MBN 的策划总监，再加上他刚从沉睡的30年醒来，他们是来庆祝的。波杰克惊了，他刚从沉睡里醒来就当上了这么大的官吗？粉企鹅说他在电视台干了30年，上司全被炒了，更何况他确实有些新鲜的想法，只要你忘掉了这30年的记忆，那你就会感觉一切都是崭新的。旺达正好划了过来，粉企鹅向他介绍了这个独一无二的马南波杰克。旺达表示我该觉得这个名字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接着两人就陷入了对视的漩涡。旺达问波杰克要一起滑冰吗？波杰克却说你可以让一匹马穿上旱冰鞋，却不能让它滑冰，也就是强扭的瓜不甜。听他说完后，旺达笑了，他觉得波杰克还是会有点幽默在身上的。旺达觉得波杰克这么幽默可以上电视，然后忽然看到电视已经不是以前的大头电视，惊叹不已。波杰克说自己其实已经上了，不过还是算了，不谈自己的事儿了，他想要聊聊关于旺达的事儿。就这样，波杰克知道了旺达醒来时就在姐妹家，姐妹正好碰上了换雨期。服务员将薯条端了上来，里面夹了几根卷的薯条。波杰克生气地叫住了服务员，旺达却认为这很惊喜，就像一个开胃小菜。接着波杰克邀请旺达去他的小别墅里玩，本以为又是一番翻云覆雨，结果两人居然在床上正襟危坐。旺达告诉波杰克自己不想 MBN 落入俗套，他想要冒险大胆一点，孤注一掷，不然没有意义。等到太阳都升起来，波杰克才惊呼居然聊了一晚上，甚至没有进行更深入的交流。接着还是进行了一番在波杰克这个年纪正常时间的大人们爱干的事。结束后，波杰克表示大事不妙，感觉怪怪的。旺达问他怎么了，他说自己甚至还想和旺达多待一会儿，尽管两人才刚结束。旺达平淡地说 OK。 在这个波杰克每次和别人结束一夜情就忘掉对方的日子里，波杰克居然还想和旺达在一起。 Normal? Am I normal? What is happening to me? It's okay, we can spend more time together. I want to...
do things with you fully clothed, sober, in daylight hours. Okay. I don't understand these feelings. Let's get food or walk in park or, oh God, it's coming. I can't stop it. Do you want to go to Disneyland?OK， 就这样，两人来到了迪士尼乐园。说错了，是陶德的迪士尼乐园。旺达看到这些游乐设施，吐槽道：“迪士尼乐园里面断开的电线和松动的钉子比我印象中多呀。”陶德告诉一群人，这些问题等到结束再说吧，先来体验一下陶德先生的狂野夺命过山车。虽然名字还没确定，不过陶德已经决定了要把夺命二字加进去，以防发生事故。不过这个名字明显相当不妙啊。接着，陶德朝着一滩火焰介绍了这是小加勒比海的煤油火，在全是木质结构的游乐场里搞这个，不得不说陶德是个人才。文森特觉得特别无聊，想要回去。卡洛琳告诉他要有礼貌。文森特听到卡洛琳告诉别人自己戴了牙套后特别生气，他不希望卡洛琳让他丢人，接着转身离开。卡洛琳只有追上去安慰文森特，少了2个人依旧不妨碍陶德的介绍。他开始介绍起了身后的灰姑娘的魔法2手床垫堆。戴安问陶德，把这么多2手床垫放在煤油火旁边真的是个好主意吗？陶德却让戴安不要这么扫兴。旺达觉得戴安好消极，波杰克也告诉戴安乐观点，自己很讨厌负能量。陶德走过去给正玩的不亦乐乎的花生酱打招呼，花生酱称赞这个地方棒极了，简直就是迪士尼版的重口游乐园。陶德惊呼这就是自己想要的效果。花生酱说自己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在所有东西上留下自己的气息了。陶德表示可是这里是自己的地盘。花生酱尴尬地说陶德在自己手下干活时就见到了这里，所以自己有所谓的第一优先权什么的。陶德想了想同意了这个说法。花生酱告诉陶德咱俩总算在统一战线了。话没说完又去给别人打招呼了。旺达的公司在隔壁拍摄节目，所以顺路过来看看波杰克。两人聊着聊着就抱在了一起去。凯尔西和戴安都不忍直视。戴安吐槽这是波杰克第一次和他同龄人约会，而旺达就像个发育不良的愣头青。凯尔西说波杰克也发育不良，他20几岁成名后就再也没有成长过了，因为没有必要，每个名人都有冻龄点。戴安庆幸自己没有出名。凯尔西告诉他不一定要扬名万里，冻龄点就是你停止成长的那一刻。大部分人会在步入婚姻殿堂后，或者遇到一个全身心爱你想让你始终如一的那个人时，你就不会成长了。戴安掏出兜里斯托奇餐厅的兑换券，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睁大了双眼。波杰克带旺达来到了一个复古的50年代餐厅里，他想让旺达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毕竟在80年代没什么比得过对50年代的怀旧之情了。餐厅里放起了50年代的金曲《我刚遇见真爱了》，两人就这样对视着对方。波杰克告诉旺达遇见他的这几天太美妙了，感觉有了一个全新的开始，就像刚从沉睡的30年苏醒。没想到隔壁的一个皮衣帅哥听到了，表示自己也是刚从沉睡的30年苏醒。餐厅里的歌因为跳针又放了一遍。就这样无视了波杰克哀怨的眼神，两人互相看对了眼儿，两人就此愉快地聊了起来，甚至交换了传真机号码。回家的路上，波杰克还是不敢相信那个皮衣男。旺达看到波杰克这样，只觉得自己对他的情绪感到没头绪了，让他不要吃醋，这太过火了。波杰克回复道 Sorry， 你可以叫我史努比狗狗，因为我会热辣辣地放下歌词。旺达忽然明白了这个梗是史努比狗狗花生里的歌词。波杰克悄悄地干起了老本行，偷偷来到了皮衣男的家外，还找了个理由把卡洛琳也骗了过来，他要挖掘一些皮衣男的丑闻。卡洛琳表示你这又是闹哪样，你这样只会让旺达投入别人的怀抱。卡洛琳刚转身离开，波杰克就发现了惊天大秘密，这个皮衣男是个特工。陶德的盗版迪士尼收到了正版迪士尼的律师函警告，原本花生酱想找个律师查查迪士尼合不合法，结果给陶德查了个禁止令出来。中央司法中心庭审开始，陶德说或许有没有一种可能华特迪士尼其实没有注册迪士尼的商标呢？律师一看还真没注册，别人注册的是迪士尼。陶德就这样被判了胜诉，开心的大喊万岁。波杰克的家里开启了陶德的迪士尼庆祝派对，而皮衣男也被邀请了过来。皮衣男问陶德你们美国人就喜欢这种东西吗？陶德表示当然，他代表了美国人所崇尚的一切。花生酱走过来说庆祝咱俩的胜利。陶德生气地说建乐园明明就是我想的，诉讼也是我搞定的，
的，这里只接待布鲁托这一只狗，而自己已经告诉了蜜蜂，只要一看到花生酱就扎，无关个人恩怨，只是为了生意。花生酱不喜欢陶德这样，陶德却告诉他这都是跟他学的。气氛正尴尬时，波杰克敲响了杯子，他告诉大家皮衣男是一个一心要摧毁美国的克波格特工。皮衣男承认了，并且说自己在昏迷前确实是个特工，不过醒来后就联系不上自己的接线员了，直到遇到旺达和朋友们，之前都十分孤独，如果要排挤他的话就排挤吧。旺达质问波杰克是不是在监视皮衣男，波杰克反问明明是特工间谍要摧毁自己的国家，怎么自己还成坏人了？旺达对他十分失望，接着让皮衣男将自己送回了妹妹家。失去了旺达的波杰克再一次萎靡不振起来，卡洛琳无语地看着再一次把自己骗过来的波杰克，告诉他你太过于喜欢那个姑娘，所以就很害怕，然后就没事找事儿。波杰克被说到了点子上，坐起来说为什么自己对自己干的一切都这么在行呢？卡洛琳让波杰克去把旺达抢回来。波杰克来到了陶德的迪斯尼，正想给旺达道歉，花生酱也走过来给陶德道歉。他告诉陶德自己不应该把他的东西当做自己的东西，以后都会继续支持陶德。陶德也说自己完全搞错了重点，迪斯尼不是为了赚钱，也不是为了胜诉。一旁的皮衣男看到这一切后给旺达说，原本自己就是来炸掉迪斯尼的，不过资本不需要扳倒，因为他们自己就会撒下毁灭的种子。说着哼着小曲儿离开了。因为意外，迪斯尼整个被火烧了起来，但是工蜂却没有一个人去帮陶德。花生酱跑到消防站，还没告诉消防员那边着火了，消防员就以为有熊孩子掉井里了，集体出征。燃起来的迪士尼乐园里，波杰克拉住了逃跑的旺达，因为他有话想和他说。 The great guy you've been getting to know, that's me. But that other guy, the guy from the party, that's me too. And you need to know that. I'm not perfect. I'm cynical and I'm possessive and I can sometimes fly off the handle. I'm not always the best at being not terrible. I gotta say, I'm not loving this pitch so far. But I want to be better. I'm trying to be better. And when I'm around you for the first time in 30 years, I feel like I can be. Wanda, you make me want to be a better man. Wow, that's a great line. Did you just come up with that? 突然，游乐园的 DJ 开始了他的表演，在火势熊熊下演奏起了最后一曲。Mr. Peanut Butter, you saved me! No, I saved us. I want to give this a real shot. I don't know, Bojack. I just got out of my coma, and I don't have time to waste if you're still figuring your shit out. Plus, it's hard to think straight with this fire everywhere. Move in with me. What? I know it feels fast. We barely know each other. It's crazy, but I like you. And sometimes you gotta swing for the fences, right? Okay. Yeah? Yeah. Let's move in together. Let's do it. It's crazy, but let's do it. 所有的误会在灾祸下都不值一提，也只有真心爱你的人才会愿意救你。